客户把女员工投诉了，老板不但没有责怪员工，反而向女员工求婚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女员工一时语塞，成为老板妻子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这位老板姓东乡，自小生活优渥，富裕中成长。不久前，他的父亲叫他回国，是为了扭转公司业绩持续走下坡路的局面。东乡家开的是家婚庆公司，但如今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这直接导致了公司业绩年年下降。因此，为了再次点燃年轻人结婚的热情，他打算自己先行娶妻。这位女性名叫雨田，她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靠经营一家小鱼糕店，勉强维持着6口之家的生计。雨田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，很早就开始外出工作，但因为她长得美丽动人，常受到男老板或男客户的不当纠缠，这使她对男性产生了厌恶。至于婚姻，更是连想都没想过。她在每个工作地方都因为无法忍受纠缠而选择辞职。这一次，她带着试试看的心态应聘到了一家婚庆公司，并没有太大期待。东乡询问她对婚姻的看法，雨田直截了当的回答，意外的与东乡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因此他选定雨田为结婚对象。在观察了雨田半年的品性后，他最终向雨田发起了求婚。东乡承诺将支付雨田1000万日元的报酬，条件是雨田必须作为他的妻子，共同生活1年。在这1年中，他们要每天进行直播，展示他们的恩爱。想到能有1000万日元的收入，这对减轻父母的负担非常有帮助。雨田接受了东乡的提议。结婚前，他们分别带着礼物去见了对方的父母，双方家长都没有异议，毕竟婚姻是孩子们的事。不久，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，双方家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们的孩子从这一天起也算是步入了成人的行列，但实际上只有东乡和雨田心知肚明，他们之间不过是在上演一出戏。当切开婚礼蛋糕时，东乡感到意外，因为父母特别强调一定要切那个蛋糕，那是父母通宵完成的，寄托着对他们的祝福。东乡感动地笑了。婚礼的晚上，雨田依靠在东乡的肩膀上，他们互诉着温馨的爱语，甚至不由自主地亲吻起来。但这一切都是表演。待摄影师离开后，他们迅速拿出纸巾，试图将那个意外的吻抹去，毕竟合同里并没有提到要接吻。雨田对此感到不满，东乡却固执地说是雨田先亲的他，他们争执不休。最后雨田无奈地说要接吻也行，但得加钱，一个吻的按市场价至少10万日元。东乡虽然恼怒，但也只得同意修改合同。他却提出，如果雨田吃了纳豆或泡面，他会扣除一些费用。雨田对此哭笑不得，因为纳豆和泡面几乎是他的日常，他感到这太不公平，但东乡并不在乎。到了晚上，东乡听到外面一阵响动，出去一看，原来是雨田从沙发上滚落下来。他温柔地把雨田抱回床上，自己则选择在沙发上度过余夜。临睡前，他浏览了网友的评论，参与的人数众多，反响极佳。从目前来看，他的计划似乎是对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对雨田的着装风格皱起了眉头，认为那样的打扮实在不符合他的身份。于是他决定带雨田去购买高档衣服，并请了专业造型师为雨田打造新发型。几小时后，东乡亲自前来接他。雨田有些紧张地询问他的看法，东乡简直目瞪口呆，口是心非地说还不错，应该算是及格了。雨田已经非常满意。到了公司，东乡给了雨田一笔额外的奖金，这是因为他表现出色，而且奖金只给了他一个人。但雨田并没有因此高兴，他把奖金放下后找到了东乡，以为东乡因为特殊关系而偏袒他。雨田认为这对其他同事不公，但东乡严肃地解释，这是因为他本身就很优秀。东乡之前在观察雨田的工作，听说雨田经常在工作时间溜出去，所以他偷偷跟踪了雨田，才发现雨田是去见客户。不久前，雨田作为一位女性客户的婚礼策划师，因为雨田太漂亮，那位女客户的未婚夫想趁机占她便宜，雨田被吓得当场离开。女客户却误会雨田勾引了她未婚夫，导致未婚夫和她分手，气愤地跑到公司大吵大闹。雨田去她家多次，想要解释清楚，但都被拒之门外。更糟糕的是，那位女客户打算在雨田婚礼那天报复她，这让东乡也感到害怕。但雨田示意他不要插手，他主动走上前去拥抱那位女客户，并制止了她手中的小刀。女客户终于平静下来，雨田并没有责怪她，而是劝她离开。事后，那位女客户终于想通了，她意识到自己其实看到了雨田当时的逃跑，只是不愿接受被未婚夫抛弃的现实，于是将怒气撒在了雨田身上。现在她来公司撤回了投诉，并真心地向雨田道谢。东乡解释说，正因为知道了这一切，他才颁发给雨田优秀员工奖，完全没有偏心的意思，还说很多年他都真没见过雨田这么单纯的人。东乡给雨田送了一枚大钻戒，这是他之前承诺给雨田的。雨田没想到东乡还记得这件事，戒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雨田心情特别好。雨田嫁给东乡的消息迅速在网上传开，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他们按照合同上的约定，每天都会拍摄恩爱的视频分享。晚上雨田还是会回自己家，但这天晚上他接到了紧急电话，东乡告诉他妈妈要来访。雨田只好夜里骑自行车，急匆匆地赶往东乡的家。虽然嫁给了富豪，却不能天天住在丈夫家，像单身一样独自回家，因为两人是签了婚约的夫妻，合同期限是1年，承诺期间不会相互爱上，双方父母对他们的关系毫无怀疑。这天晚上，东乡妈妈还特地带着礼物来。雨田接到电话，马上骑车从家里往东乡家赶。
她累得气喘吁吁，东乡却嫌她动作慢。雨田并不害怕她，看到雨田衣服脏且不整洁，东乡忍不住吐槽，从衣柜里挑了2件衣服，打算让雨田换上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东乡去开门，妈妈见到喘息的雨田，关心的问候。东乡松了一口气，准备迎接，没想到雨田的袜子破了个大洞。他们让妈妈先进屋，雨田没预料到婆婆今晚会来，婆婆是专程送新婚礼物，这让她感到心里暖暖的。但雨田出身普通家庭，不懂富家人的繁琐礼节，婆婆观察她良久，她才反应过来应该泡茶招待。雨田泡茶手法简单，婆婆默默看着也未置评。东乡看不下去，准备亲自泡茶。妈妈的本意是让东乡尊重雨田，这杯茶确实是雨田亲自泡的，婆婆出于礼貌也尝了一口，味道确实一般。于是婆婆提议雨田陪她几天，一起做些婆婆平常喜欢的活动。东乡担心假结婚的秘密会泄露，便帮雨田找理由说没空。妈妈没理会东乡的话，只询问雨田的意见，雨田不便拒绝，只得同意了。她记得婆婆刚说过几天将是东乡奶奶的岁生日，雨田询问东乡是否需要她一起去。东乡说你连泡茶都不擅长，还是别去，让我丢人现眼了。雨田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询问东乡陪伴婆婆是否有额外的酬劳。东乡又是磨牙，但还是答应了。雨田对此感到满意。第2天上班，她像平时一样准备吃方便面，婆婆不同意她吃方便面，而是带她去享用下午茶，并与婆婆的朋友们聊天。但雨田不懂外语，婆婆一直耐心地帮她翻译。第2天，婆婆教她泡茶，还教她骑马，但雨田都没做好。婆婆没说什么，东乡却忍不住皱眉头，他感叹自己的老婆真笨。几天下来，雨田累坏了，在工作时总是打瞌睡，不管多大的噪音都叫不醒他，但只要有客户来访，他马上精神抖擞。今天来的客户是一对老夫妻，他们请求雨田帮忙策划他们的59周年婚庆，这是他们儿子的主意，也提供了资助。雨田觉得能帮他们策划很荣幸，心里也想，如果自己有钱了，也要为父母庆祝周年纪念日。这一天，雨田陪婆婆做插画，雨田匆匆赶到和东乡约好的地点，却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。他连声向东乡道歉，东乡却并未责怪他。视频拍摄结束后，他们一同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休息。雨田累到在东乡肩上睡着，东乡随后将他送回家中。他的妈妈们都感到非常惊讶，误以为女儿和丈夫吵架了，因此他们没有住在一起。他们担心女儿是否幸福，东乡安慰他们不必担心。女方的父母这才放下心来，热情地为东乡泡茶，还说要拿出家里最好的茶叶招待他。东乡也无法拒绝。在等待的同时，他偶然发现几天后是雨田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，于是第2天他让秘书安排布置场地，这是他秘密为雨田准备的。因此当雨田看到父母在纪念日当天手牵手走进宴会厅，雨田既惊喜又感动。他感激父母将自己抚育成人，也感谢东乡为他父母的周年庆做的安排。这一天每个人都将铭记很长时间。不久后，东乡奶奶的生日宴会终于到来，因为生病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，奶奶非常期待见到雨田，但东乡并未带她一起。正当她准备解释时，雨田出现了。婆婆也对雨田能来感到高兴，因为他们都是一家人。雨田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，奶奶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她非常喜欢雨田的性格，不停地赞扬他，感觉相见太晚。奶奶的生日宴非常成功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东乡向雨田提出同居，这让雨田感到意外。东乡又借着过马路的机会要求雨田牵着他的手，雨田单纯地伸出了手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。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东乡帮雨田搬家，家里人都依依不舍，连家里的狗狗也来和他道别。家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，雨田可以把狗狗带走。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，狗狗在东乡家里到处乱跑，这让有洁癖的东乡很是头疼，但他又不忍心责备狗狗。看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会很有趣。他们结婚已经1个月，这却是妻子第一次到丈夫的家，因为他们是因为生意上的合约结婚的，合约期限是1年，合约里还规定了不能相爱。晚上他们分开睡在不同的房间，白天则一起录视频展示恩爱，这都是为了提升公司的业绩。他们合作得很默契。直到今天，雨田发现东乡暗恋高中时的女同学，那个女同学即将和他们的摄影师结婚。他们曾经是一群好朋友，由于合同的规定，他们不能干涉彼此的私生活，所以雨田也没有多问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东乡父母希望他们尽快有孩子，给了他们1周假期去度蜜月，但他们只是契约夫妇啊，怎么可能真的一起去呢？雨田开始有些乱想，不行不行，雨田感到很奇怪。东乡也急忙表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为了不让父母怀疑，他们还是决定假装去度蜜月，摄影师会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。东乡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竟然看到了摄影师的未婚妻，他偷偷跟着未婚夫来的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为了让他和未婚夫享受，东乡特意给摄影师放了1天假。他本来想邀请东乡和雨田一起玩，但东乡拒绝了。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后，他们俩都惊呆了，因为房间里只有1张床，他们以前从没一起睡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久，雨田陪同东乡考察公司门店，顾客的评价都挺高，但是销售业绩只能算中等，因此他们需要想办法提升销量。此时已经到了中午，他们2个都感到很饿。雨田感到自己很幸运，因为他在包里找到了1颗糖。就在他准备吃的时候，雨田要求东乡赔偿给他，一脸无辜可怜的样子。
这让东乡想起了他暗恋的女孩雨田，和那个女孩的性格有些相像。东乡心里忽然觉得愉悦了许多，但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不小心看到了暗恋对象和未婚夫非常恩爱，心情再次变得沉重起来。雨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看着满桌的佳肴美酒，他也没了胃口，走过去安慰东乡，说他不介意他们离婚，反正他们的婚姻也不是真的，东乡可以去追寻自己的幸福，毕竟他心上人还未嫁人，虽然不确定能否追得上，但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强。但东乡拒绝了，他自有他的考虑，说话理智。他们因为看法不同而发生了争执，他们到门口散心，摄影师夫妇邀请雨田一起出去散心，他们聊得很开心。雨田也看出摄影师和他妻子相爱深厚。分别后，雨田一个人在桥上散步，没想到一个小孩突然撞到了他，这时3个男人走了过来，看到雨田漂亮便邀她一起玩。雨田感到非常害怕，只想离开，但那些人却纠缠不休。原来是摄影师夫妇打电话给东乡，他们希望东乡能和雨田和解。这一事件之后，泡澡时两人都相互道了歉，彼此之间释放了误会，关系似乎恢复如初。雨田这才知道原委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东乡在沙发上辗转反侧，睡得不安稳。考虑到雨田晚上受伤，他决定将床让给雨田。雨田的美丽让他短暂出神，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冷静。雨田递了一杯牛奶给东乡，他知道东乡不习惯沙发，坚持让他睡床上，东乡却不肯，两人互相推辞，显得有些无奈。次日清晨，密友邀请东乡参加婚礼，但东乡婉拒了。醒来的雨田听见了他们的对话，但他并未多问，只是拉着东乡一起去游玩。东乡慢慢忘掉了心中不愉快，沉浸在当下的喜悦中。因为有位女士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。逛累了后，他们坐下来休息，却听到一对夫妇争吵，为周年庆典的事闹得不可开交，还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。雨田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婚礼策划人。东乡整理好衣服，提醒他是时候行动了。雨田马上领会，他把夫妇俩请到了咖啡馆，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问他们真的决定离婚了吗？夫妻俩都说是。没想到雨田会这样问，情绪得到了释放，他们的离婚念头渐渐消散。最终是东乡的公司出面资助，雨田亲自策划了一场成功的周年庆。这对夫妇最后高高兴兴地回了家，并承诺要帮东乡的公司做推广。这一切都离不开善意，真诚待人是关键，这样好运自然会来。东乡脸上的笑容无法掩饰。后来他们一起愉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虽然雨田没问任何问题，东乡还是开始讲述了自己的往事，回想他高中时光，班上有个关系很好的哥们，他们同时喜欢上了同一个女生。有次偶然听到哥们和女生的欢声笑语，情不自禁地吐槽了一句，结果惹恼了那位富家少爷。班里的同学开始排挤那个哥们，最终他被迫退学。从此之后，东乡发誓绝不能再犯错。雨田得知真相后，去安慰他，说一切都没问题。正是这样，摄影师就是专业的摄影师。于是雨田晚上主动约出摄影师。那一晚，东乡终于肯敞开心扉，向摄影师坦白了一切。摄影师表示完全不在意，他们仍然是好朋友。东乡也决定去参加摄影师的婚礼。日子继续过去，分店的业绩稳步上升。东乡和雨田还为分店制作了宣传短片，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尽管摄影师已经喊停，东乡还是忍不住吻了雨田。雨田愣了好几秒，随后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剪辑师将这一幕加入了视频中，网友们的反响超乎以往，纷纷表示想来他们公司办婚礼。旅行结束后，雨田还送了东乡一份礼物。东乡嘴上虽说不喜欢这礼物，心里却乐坏了。他本来想邀请雨田共进午餐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看到雨田正在和他们公司合作的婚礼策划师交谈。这位婚礼策划师恰好是雨田的初恋对象，接下来的情节定会更精彩。女孩嫁给豪门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，还和丈夫分房睡，因为他们只是签了1年的契约婚姻。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，他们俩常在一起，不知不觉情愫暗生，只是还没察觉到彼此的心意。那天，东乡首次看到雨田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到了公司才得知，原来是为了见他的旧日情人。目睹他们俩笑语盈盈，本该参加会议的他突然搂过雨田的腰，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。那位眼镜男子欣然同意，旁边的助理小声嘀咕，总裁突然请客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匆匆忙忙去推迟会议。餐桌旁，东乡忙于点餐，雨田则和眼镜男聊得开心。看他们俩话题滔滔不绝，东乡忍不住做出了某个举动，雨田吓了一跳，他还没意识到东乡是在吃醋，接着和眼镜男继续聊天。东乡表面装得冷静，心里却是波澜起伏。菜还没上桌，他找了个理由去了洗手间。眼镜男关切地询问雨田，担心是不是因为他们聊得太欢，惹得总裁不高兴了。雨田难以启齿，他们又不喜欢对方，只是商业婚姻，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不会生气的，如果真生气了，反应会更激烈。但回到家，东乡还是冷着脸不理他。雨田没想到东乡是因为喜欢他才这样，两人笑谈间的亲密让他猜不透，因此还在纠结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东乡。不久后，东乡的房门打开了，他本以为雨田察觉到他生气过来哄他，没想到是雨田养的狗狗来找他。看着狗狗脖子上的挂件，再看看自己手上的，他误以为雨田把本是一对的挂件挂到了狗狗脖子上，心里的火气更大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东乡异常的一个人去了公司。雨田望着空荡荡的家，怎么想都想不通，他还是挺担心的。
一遍又一遍发短信给东乡，东乡却一直没回复。到了公司以后，因为经理平日里对雨田照顾有加，有人心生不满，用卑鄙的手段逼经理辞职。雨田感到难过又自责，好在东乡答应了他，等到事情平息就会把经理请回来。这件事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过去，读书的时候，因为他长得好看，常常受到男老师甚至是英俊的男同学的照顾，这让某些人很是嫉妒，总是对他身边的人下手，让他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朋友。为了不连累朋友，他开始刻意与人保持距离。虽然他看起来每天都很活泼，但其实内心承受着痛苦和压力，他从不在人前表露。现在他难过到闭门不出，东乡非常关心他，向朋友求教如何让老婆开心。朋友说，每当他老婆不高兴，他就会买他喜欢的甜点，这样他心情就会变好。于是东乡特地跑了好几家店，买了很多雨田喜欢的东西，哪怕这些是他不喜欢的食物，只要雨田喜欢，他还是会买。没想到雨田这次却发火了，他不希望东乡这么对他好，他们只是契约结婚，他害怕自己会动心。雨田总觉得靠近他的人最后都会倒霉，因此他不敢靠近任何人，不敢有太深的关系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总会有人像灯火一样照亮他的世界。东乡的举动触动了他的心，这个男人似乎与众不同，他曾被很多男生追求过，他一直以来追求者多到数不清，但因为接近他的人都会受伤，所以没人敢真心与他交往。东乡是唯一的例外。那天晚上，东乡亲自做饭给雨田，雨田吃得津津有味，两人相视的眼神也在悄然变化。在那之后，雨田重拾了斗志，他对待每位顾客都非常热情，工作上也趋于顺利。为了感谢东乡之前的安慰，他尝试做了东乡喜欢的意面，虽然他不太会做，但为了让东乡满意，他努力做了很多次。当东乡回家时，雨田已经等得睡着了，桌上的意面精致可口。东乡看了之后疲惫尽消，他悄悄比对了自己的配饰和狗狗的，发现并不匹配，他心中欢喜，之前的猜想全是误会。接着他试着对比了雨田钥匙上的配饰，竟然完美吻合，内心的喜悦如烟花般绽放。他的声音唤醒了雨田，雨田还不知道东乡已经选了和他一样的配饰，心里激动不已。饭桌上，东乡品尝着雨田亲手做的晚餐，嘴上说着对食材的浪费，其实是不希望雨田太辛苦，他更擅长烹饪，今后应该由他来做。雨田听了感到心头一暖。不久后就是东乡的生日，雨田担心挑选的礼物不够好，担心东乡不会喜欢，所以邀请了眼镜男共同挑选，帮他出主意。东乡误会他们两人在约会，心里醋意大发。男人误以为妻子和旧情人在逛街，他悄悄地尾随了他们进了商场。他看到妻子和他的初恋走进了男装店，两个人说说笑笑，逛得很愉快的样子。妻子时不时拿起衣服在初恋男友身上比划，他们是签约结婚的夫妻，合同明确禁止干涉对方私生活，所以他什么都没说，黯然离开了。东乡的童年并不幸福，他对婚姻一直没什么期待，总觉得婚后生活是苦难，但他没想到自己会遇到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他以为那个人不会喜欢自己，否则为什么要瞒着他和别的男人去逛街。雨田回家已经很晚了，他偷偷藏起了白天买的礼物，然后才去客厅和东乡说话。但东乡今天莫名其妙的火大，口上说着没事，身体的反应却出卖了他。雨田默默坐在一边，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火气。第二天，东乡还是没消气，但收到了雨田的邀请。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，雨田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所以才找眼镜男帮忙挑礼物。你是不是嫉妒了？我才没有。雨田感觉到他在说反话，他开始哄他，这是情侣间的亲密对话。东乡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雨田不得不解释，说是为了录制直播。东乡的眼神黯淡下来，他很喜欢雨田的礼物，即使它不贵，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戴上了。这是他有生以来过得最快乐的生日。东乡忍不住弹起了钢琴，琴声在大厅中回荡，一曲落幕，大家纷纷称赞他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妈妈竟然也出现了，但他心里并不高兴，只是牵着雨田的手快速离开。妈妈静静站在那里，似乎预料到了这个结局。回家以后，东乡跟雨田分享了他从未和别人提起的童年秘密。原来他现在的妈妈不是亲生的，她是父亲外遇中诞生的孩子，真正的妈妈10岁那年去世之后，他才被带回家，家里人都看不起他，他受尽了冷眼。现在这位妈妈表面和蔼，实际上心狠手辣，所以他和这位母亲的关系也很糟。雨田没想到东乡的童年这么坎坷，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，而是第一次主动抱紧了东乡，给予他力量和温暖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雨田尽量多陪伴东乡，他带东乡体验新鲜事物。东乡渐渐笑容多了，性格也变得更开朗，他从喜欢独处变得享受两个人的时光。雨田这个女孩子深入他的心。第二天下班回家，东乡精心准备了礼物，狗狗很好奇是什么，赶紧跑过去看。雨田回到家，东乡已经做好晚餐等他，桌上全是雨田喜欢的菜。晚饭后，东乡要送出准备好的礼物，但雨田先开口了，他说有事要告诉东乡。这个称呼让东乡有点失落，他想和雨田更亲密，但兴奋没持续多久。雨田说他决定辞职，原来是因为他的员工犯了错被开除。雨田认为作为上司，应对员工的过失负一定责任。他口头上说做家庭主妇也挺好的，但我知道雨田有多热爱他的工作，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，我们毕竟不是真的夫妻，反正1年后也得离婚，你没必要在家全职照顾我。
没想到这话伤害了雨田。雨田以为东乡不喜欢他，这更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定。现在看东乡如何挽回妻子的心。唯一的孙女马上就要嫁人了，爷爷却因为病重不能出院参加孙女的婚礼。孙女和未婚夫不知道如何告诉爷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婚庆公司的策划师雨田赶了过来，他偶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不久前，他父亲因阑尾炎入院，恰巧与他父亲同病房的就是那位女孩的爷爷。爷爷非常友好，雨田想帮爷爷实现参加孙女婚礼的愿望。回到家，他立刻跟东乡讨论这件事。几天前，他跟东乡有些小摩擦，东乡正在考虑如何哄他开心，于是他马上答应了，还说让他的公司赞助，在医院里为孙女举办婚礼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雨田开始在公司为孙女挑选礼服，同事们得知后也都纷纷提供帮助和建议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需要和医院领导沟通场地问题，同时还要和新郎新娘商讨婚礼细节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但雨田感到非常快乐，经理忍不住赞扬雨田给东乡听。东乡也时刻关注着妻子，爱一个人不仅仅是说说而已，而是要通过行动去支持他。东乡之所以反对雨田辞职，正是因为他知道他热爱工作，所以之前不让雨田辞职做全职太太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在雨田的仔细策划下，新人的婚礼举行得非常成功。爷爷那天也特别高兴和激动，这场婚礼对孙女来说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。对雨田而言，作为一个婚礼策划师，他的职责就是创造难忘的婚礼。今天他再一次实现了这个目标。这次婚礼之后，他对自己的职业爱得更深了，父亲也夸奖他，说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。那天晚上，他找东乡谈了谈，决定不辞职，他想继续这份他热爱的工作。东乡自然是乐见其成，他全力支持妻子追求梦想。雨田的父亲出院那天，东乡在他家帮忙忙碌着，独自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，做的是他家平时不常吃的寿喜烧。一家人共聚一堂享用晚餐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都非常高兴。吃饭前，他们有一些餐前小习惯，只有东乡不太熟悉。父亲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意识到女儿没教会东乡，毕竟她也是家里的一员，不能让东乡感到被排斥。饭后他们一起沿河散步，东乡羡慕雨田那样的家庭温暖，他也渴望拥有这样的家庭。雨田没听明白他的话，于是东乡再次认真地说出了心里话，他不想再维持形式上的婚姻。雨田误会了东乡的心意，其实他之前全都想错了。那个夜晚，东乡亲手为他戴上了那条只赠予真爱的项链。回家后，东乡急切地想要表达他的感情，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然而雨田觉得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东乡并不生气，反倒是更加喜欢雨田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一起在家享受桑拿，坐在后院晒着温暖的阳光，每一天因为对方而变得更美好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直到那一天，雨田的初恋在工作的借口下约他出来，出乎雨田意料的是，初恋竟然强行吻了他。雨田感到害怕，立刻推开了他。初恋却说他一直记挂着雨田，他被前男友吻了，但他已经是人妻，因此她非常生气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丈夫。她开始躲避丈夫。东乡察觉雨田的异常，试图询问发生了什么，但雨田始终沉默。东乡决定带她出去散心，他们一起品尝刨冰，一起玩拍照贴。东乡陪雨田做了许多他喜欢的活动。经过一天的游玩，雨田心情好转，两人在河边走着。雨田坦诚了前男友的事，东乡选择了信任，并告诉他他会覆盖那个吻。雨田感到心头一暖。第二天，她找到前男友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她心里只有东乡。前男友向她道歉，约定以后只做朋友。她和东乡的关系恢复了。东乡正想亲吻她，进行所谓的消毒，这时雨田的手机响了，是同学邀请她参加聚会。雨田担心遇到前男友尴尬，因此她谢绝了。那个夜晚，他们首次同房。东乡并不期待她有什么经验，在他心中，雨田就是纯真善良的。但在他们开始前，门铃打断了一切，是雨田的弟弟来访。弟弟和哥哥发生了争执，晚上来这里求宿一晚。东乡有些心烦，幸好雨田养的小狗聪来陪他，这让他感到一些慰藉。第二天，雨田的家人来接弟弟回家了，他们终于能享受二人世界。雨田本想陪东乡，但东乡知道他想去同学会，他表示不在意他的前男友。雨田愿意就去，他只希望雨田快乐。雨田被他的体贴感动。同学会很热闹，大家笑语嫣然，回忆往事，话题源源不断。雨田在聚会上遇见了前男友。聚会结束时，雨田高兴地喝多了。前男友看她独自一人，主动将她送上车，但并未送她回家。此刻，东乡在家里焦急等待，雨田迟迟未归，她很担忧，打电话联系不上雨田，发短信也无回应。第二天，雨田醒来，误以为自己在家，却看到前男友在她面前。前男友暗示他们昨晚发生了关系，雨田不相信他的话。这时，东乡的电话来了，前男友却先一步接了。雨田匆忙穿衣赶回家向东乡解释，急匆匆回到家，却发现东乡已经离开，公司里也找不到他。东乡的挚友告诉他，他去总公司出差了。雨田意识到东乡可能生气了，东乡可能现在很讨厌他。他心不在焉的工作，发了很多条消息给东乡，却石沉大海。上司注意到他情绪低落，邀他出去喝酒吃烤肉放松。上司还劝解他，东乡是真心在乎他的。听到这些，他迫不及待想见到东乡，向主管表达了感激，摘下围裙便往家赶。同时，东乡的密友终于找到了躲在郊外别墅的东乡，
他打算说服东乡和雨田重归于好，但他的妻子这时打来了电话，说他感到非常害怕。东乡关心地询问原因，是兄弟啊，只是一只蟑螂，有必要那么惊慌吗？但他表示，妻子害怕的事，对他来说都是大事，他要立刻回去保护妻子。那一刻，东乡开始反思，他曾承诺雨田会永远信任和保护他，但现在却因为一句前男友的话，就对雨田产生了怀疑。他决定驾车回家，他们最终在家中重逢，雨田向他道歉，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。他不应该怀疑雨田，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。那一晚，他温柔地吻去了他的忧伤。他们明白只属于对方。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早餐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竟是雨田的前男友来访。东乡本不想搭理，雨田说是他引起的问题，他会处理，但东乡不同意，最终还是让前男友进了门。前男友这次来的目的很明确，谈论那晚与雨田的事，甚至说雨田那时很享受。东乡忍不住了，差点动手。他怎能这样不尊重他的妻子，说出这种无耻之言？雨田急忙拉住他，他相信自己即使醉了，他不会和不喜欢的人发生关系。他很想弄清楚前男友为什么会那样做，是否是受了某些人的胁迫，因为他知道前男友本质不坏。对东乡来说，相信这个词格外珍贵，他只对重要的人才会说出这个词。但现在雨游对前男友说了，相信，这让他感到极度失望。丈夫下班回家，给妻子带来了一束花，妻子还在疑惑，丈夫突然把她按在沙发上，看起来丈夫想要营造一些浪漫和温馨的氛围，但妻子还没准备好全身心投入。那一切不过是雨田的一场梦。东乡仍在为昨天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他说不想再看到雨田。雨田以为是真的，竟然真的按照东乡的要求搬了出去。东乡洗澡后没在雨田的房间发现他，心情顿时更加沉重。雨田最终还是搬回了家，父母以为是女儿想家，并没有多做追问。女儿回家，他们自然是高兴的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雨田一直试图找机会跟东乡交流，但东乡仍旧不愿意搭理他。这一天，东乡的父亲为了让他继承家业，决定将他调到总部工作。东乡不想去总部，但父亲并未给他拒绝的余地。雨田得知后感到震惊，东乡去总部意味着他们将无法经常见面。雨田更急切地想要跟东乡沟通，但东乡每次看到他都避开。他穿着高跟鞋冲下楼梯，最终他追上了东乡。东乡期待雨田的安慰，但雨田只是问了他是否真的被调到总部，没有得到他想听的话。东乡本想平息怒气，却因为这句话转身就走。雨田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。之后他在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父母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。他们终于从雨田那里了解到了真实情况，得知女儿是为了挣钱改善家庭生活，而和东乡签订了婚约。第二天，雨田的父亲找东乡谈了谈，他没有追究过去的事，只是想知道东乡是否真的喜欢他女儿。谈话之后，父母做出了决定，他们建议雨田搬出去，不要再为了父母，也不为了兄弟姐妹，而是要为了自己的幸福去生活。雨田内心波澜起伏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在洗碗时，母亲问父亲，我们会不会太冷酷，就这样把女儿送走？父亲说不会有事的，因为东乡之前告诉他，他现在是真心喜欢雨田的，这让母亲安心不少。次日，东乡看着和雨田的合照沉思，思索之后，他决定主动给雨田打电话，请他回来一起拍视频。雨田乐得不行，立刻整理好自己的行李，赶回了和东乡的家。几天后的某一天，雨田的前男友约她见面，向她揭露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是雨田的婆婆收买了她，给了她一大笔钱来帮助她父亲的公司和治疗生病的父亲，目的是破坏她和雨田的关系。现在她来向雨田道歉，雨田并没有责怪她，反而去找婆婆谈话，请求婆婆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。婆婆却警告她这只是个开始，告诉她要多关照自己的家人。她马上给家里打电话，父母告诉她家里都很好，实际上家中的店铺已经停业。东乡和雨田的感情即将面临更大的考验，仅岁就因生意失败背上500万债务。他本以为妻子会责备他，谁知道妻子完全不知情。他们本来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，夫妇俩开着一家小鱼糕店度日，直到女儿嫁给了一个有钱人。那有钱人的妈妈并不看好，儿子娶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，用尽各种手段，却没能让东乡和雨田分手。这次他让他父亲搞垮了一家公司，那公司正是雨田父亲朋友的。雨田的父亲是担保人，公司破产后，朋友也消失了，雨田父亲得为朋友的500万债务买单。一开始他不敢告诉妻子真相，每天晚上逛到下班时间才回家，但妻子太了解他了，在妻子追问下，他才说出了全部事情。妻子虽然知道债务压力大，还是笑着去面对，仿佛通过笑声，问题也变得不那么严重。不久之后，雨田父亲的债务被东乡得知，睡觉时他问雨田最近有没有联系家里，显然雨田还不知道家中的情况，他也不打算告诉雨田，免得雨田担心。第二天，他去找岳父，岳父起初还不肯说，不想给女儿夫婿添麻烦，但东乡表示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在他坚持下，岳父终于开口，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。岳父还不知道是有人蓄意为之，只有东乡明白，一定是继母的主意。继母不只让雨田家里过得不好，还把东乡和雨田的婚约放到了网上，地址我还是遮一下。婚约的事情报在网上，之前喜欢雨田的和东乡的粉丝们都崩溃了，他们在雨田家门口贴条子辱骂他，甚至打电话骂他父母。
这些日子，雨田和东乡也过得很不舒服。他们决定一起开新闻发布会，向公众道歉。在众镜头前，雨田解释了网友质疑他虚荣的问题。他说，起初他只是希望挣钱改善家庭状况，仅仅想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。开始他们是以契约形式结婚的，但现在他们真心相爱了。他们的坦诚赢得了网友的理解。不久，事态也就平息了。东乡直接找到了他母亲，坚定地告诉他不会离开雨田。看着母亲的眼神，他担心母亲会再次伤害雨田的家人，于是和岳父深聊了很久。当晚他亲手做饭给雨田，没错，雨田吃得很高兴，他却不知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吃晚饭。饭后，东乡独自坐在床边，凝视着他原本打算用来向雨田求婚的戒指，眼里充满了悲伤和不舍。第二天，他带雨田去吃西餐。雨田以为这家餐厅生意欠佳，没人知道只有他们两人，是因为东乡预定了整个场地，舞台上的舞者是为他们准备的。雨田觉得非常快乐，他还想学舞者跳舞，并拉着东乡一起学。东乡起初很害羞，不愿跳，在雨田的坚持下，他最终还是跳了。与爱人共舞，他们怎能不快乐？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晚餐后，他们沿河散步，躺在草坪上仰望星空，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时光。雨田今天心情特别好，他忍不住对东乡说出了“我喜欢你”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出那动听的表白。他还亲了东乡的脸颊，空气中充满了爱意。东乡也回应了他的亲吻。只是他们分开后，雨田看到东乡的眼眶红了，他以为他只是感动，却不知东乡正计划着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东乡担心再继续相处会动摇决心，急忙带着雨田一起回了家。一回到家，他就拿出一份离婚协议，让雨田签字。雨田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整天下来两个人都那么恩爱，东乡却突然提出离婚。他以为东乡并不真的想和他结束关系，但东乡坚决要离开。为了让雨田彻底放弃，他甚至说自己对雨田感到厌倦了。雨田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他认为东乡在欺骗他，在自欺欺人。东乡却说出了更加伤害人的话，只是为了推开雨田，他的决绝不给雨田留下任何希望。最终，东乡得到了他想要的。雨田流着泪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离开东乡家后，雨田回到了自己家，在家人面前，他装作若无其事，但独自一人时却极其伤心。雨田的弟弟看到姐姐这么难过，愤怒地找到了东乡，质问他不是很爱姐姐吗？为什么现在要让姐姐如此悲伤？东乡反问说，赔偿金你们收了不是吗？原来他离婚的原因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雨田和他家人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出资帮助雨田家解决困难。因为如果和雨田继续在一起，雨田和他的家人是不会接受他的钱的。弟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还在误解东乡，东乡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。在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有了东乡给的违约金，家里的鱼糕店得以重新开张。爸爸每天负责制作鱼糕，雨田帮忙销售，他服务热情，鱼糕也很受欢迎。每天做的鱼糕总能卖光。忙完后，他会和爸爸开开玩笑，然后去做其他兼职工作。唯一没变的是，他每天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东乡。自从东乡让雨田离开后，面对客户时以外，他的脸上再也找不到笑容。这对曾深爱彼此的人，不知何时能重归于好。他一进公司门，意外遇见了许久不见的前夫，但双方都没主动打招呼。正在此刻，有一群人跟在男人身后走来，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是他的母亲，年轻女士是他的新欢。他妈妈对雨田笑着打了声招呼，雨田礼貌地回应。男方母亲明显是想让雨田明白，他和前夫无缘再续前缘。他还特地告诉雨田，他儿子下月就要结婚了。听得雨田心跳漏了一拍，但他勉强保持着镇定，甚至还微笑着向东乡及未婚妻送上祝福。但东乡仍是那般冷淡，淡淡的说了声谢谢，便走开了。雨田心里非常难过，他只好找朋友倾诉，回忆起东乡离婚时的冷言冷语。他曾说对婚姻不抱有任何希望，可仅仅过了10个月，他就要把他抛诸脑后，准备迎娶另一位女性，这让他觉得太过分了。想到这里，雨田更加难受。朋友只是静静地听着。离婚后，他把这些话深埋心底，没想到朋友竟然看透了一切。朋友的下一番话更是让他感到震惊。东乡离婚后曾单独找过好友，希望在自己不在时能有人代替他照顾雨田。这10个月他过得很开心，看到雨田对东乡念念不忘，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取代东乡的位置。雨田白天见到东乡冷漠的态度，以为他已不再关心自己，却没想到他还让别人照顾他。夜晚，他凝视着与东乡的合照，回味着那些深刻的记忆。这段记忆只属于他和东乡独有的。看着姐姐离婚还念念不忘东乡，弟弟忍不住想要删除手机里的照片，可雨田怎么会愿意呢？兄妹俩打闹起来，惊动了父母。家长叫雨田去客厅聊聊，询问他心底的真实想法。东乡跟雨田离婚之前，东乡和他谈话的内容他都说了。因为东乡的妈妈坚决反对，他爱上了一个家境一般的女孩，但他就是不被婆婆接受，婆婆总是故意作梗。东乡怕妈妈会伤害雨田的家人，他更怕雨田会受伤，这才是他提离婚的真正原因。雨田听到这个真相，眼眶立刻湿润了。他以为现在的他对他冷漠无情，没想到他一直深爱着他。现在知道了真相，他想立刻去找东乡，把事情说清楚，不让他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份痛苦。父亲担心不想让他去，但他转头问母亲，
如果母亲真心喜欢一个人，是否会不顾一切与他在一起？母亲也含泪回答他。最后，母亲也说服了父亲，全家人都支持雨游，让他追求幸福。于是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第二天，雨田没告诉东乡，请他的朋友把他约出来。朋友明白他们需要独处的空间，把东乡带到后就立刻离开了。雨田笑着向他们挥手告别，三人的默契无需言语。东乡开始还在装作不在意，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却时不时瞥向雨田，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烤着烧烤。听到雨田的一声轻呼，他发现他被烫了，立刻心疼起来，看着雨田烤焦的食物，他还是像以前那样说：“做饭的任务交给我吧。”雨田眼里满是幸福，他知道东乡还是那个他熟悉的东乡，所有的冷漠都是假象。晚上，东乡为他准备了许多美味佳肴，他吃得津津有味。东乡担忧自己辛苦营造的冷酷形象会崩塌，他想迅速坐到沙发上去，但雨田紧随其后。他说，自从离婚后的10个月间，每一天都在思念东乡。他表白自己对东乡的爱，不管东乡母亲如何对待他，他都愿意为了东乡去尽力化解隔阂，因为东乡的家就是他的家。东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紧紧拥抱了雨田。拥抱过后，雨田闭上了眼睛，微微翘起嘴唇，似乎在暗示着什么。但他等了很久，那个吻却迟迟未落下。然而，他等到了一句同样动人心弦的话：“我也爱你。”原本未落的吻，在这一刻终于落下。第二天，他们决心为彼此的爱去争取在一起的机会，一同去见东乡的母亲。但母亲已经下定决心，无论他们怎么劝说，他都不肯接受出身普通的雨田。他还是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拥有更好的出身名门家庭的女人，才跟他们门当户对。但东乡心中只有雨田。在两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，东乡的父亲和哥哥赶到了现场。哥哥看到母亲生气，也进了房间，对母亲说：“每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，给孩子最好的一切是正常的，但关键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想法。”哥哥的话让母亲的坚持松动了。虽然他仍旧对雨田有所保留，但为了东乡的幸福，他最终接受了这段婚姻。不久之后，雨田和东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东乡等了雨田很长时间，直到婚礼开始前1分钟，雨田才匆匆赶到。原来是睡过头了。雨田说他被折腾了一晚上，能不睡过头吗？在一番甜蜜的争吵之后，两人手牵手，眼神坚毅，走进了婚礼的殿堂。他们相互为对方戴上了婚戒。这一次，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们分开。东乡同样高兴的是，他的母亲也出席了婚礼。母亲的到来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开始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雨田的善良和可爱，以及他那治愈人心的笑容，终会赢得母亲的喜爱。